越过横断山脉，跨过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翻过雪山，奔袭千里，就为了去看看中国唯一合法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制的500年古村纳西族鄂亚大村。想来到这里啊，真的是不容易。车开到大山里，轮胎搞爆了，我去，咯咯咯咯响了好久了。我下来看才发现轮胎爆掉了。把所有东西都清理出来，然后把这个备胎取出来。我这个工具也挺全的，手套、拖车绳、电瓶搭接线都有。这个备胎太小了，到那个补胎的地方就必须得马上换。如果说一样大的备胎的话，就可以一直开都没问题。008号啊，这个备胎换了一下，要发财喽。好了，走，赶紧开到镇上去补胎去。大家好，这里是四川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州鄂亚那乡鄂亚大村。可以说这个村呢，现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网红村了。这些房子全部是层层叠叠的建筑，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啊？村子的边上呢就有一条河啊，所以这里的居住环境也是相当的好。那么他们这个人居住在这边，然后主要种的地呢在另外一边的山坡上，所以我们在一些视频里边呢经常看到有马驮东西。右边这个山头上这片房子比较有意思啊，建在中间凸起的一个山头上，有一种石头城堡的这个感觉。今天是星期六，你看很多小孩都在家，然后他们住在上边的呢，就通过这个旋转楼梯下来玩。这边就是山顶上的这几栋房屋，这个石墙呢也是垒得非常的高啊，这看看都得10多米。站在中间这个山头上呢，我们可以一眼看到这个村庄的几乎所有建筑啊，就沿着这个山梁，然后层叠错落而建，看起来也是挺美啊。那么中间这些巷道呢，也都是穿梭来穿梭去的。今天呢是这个星期天嘛，所以说呢，你看家家户户的小孩都在家，非常的热闹。这个建筑真的是非常有智慧，它是几百户人家的一个集体智慧，他们相互之间可以来回串通，又相互之间是有隐蔽性的。你在直播呢？我就说你们这个村好多网红都在直播呢。是的，人家都是大网红。是不是有10几个、20个了？没有，是吧？还是有有。有吧？你现在也准备在直播？是的，我在学。这个村庄呀，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在这里直播，有本地的，有外地的。喜欢看直播的应该已经了解了这里的火婚制。我还是大概说说我了解到的情况吧。本来这次呢是想找个当地的网红让他们说说，不过事不凑巧啊，联系了一个妹妹呢，正好我来这里，人家去了香格里拉，进村遇到了个刚开播的小妹妹，人家正在直播，我也就没好意思打扰人家。这里的火婚是有很多讲究的，比如说一夫多妻，那妻子一方大多数是亲姐妹，反之一妻多夫，丈夫一方多是亲兄弟。我知道大家关心同房和孩子的问题，这里只说我了解到的事实啊，大家不要乱评论。首先通过走婚的方式，大家相互有好感再结婚。那么结婚的时候，多妻或多夫的一方由老大来举行婚礼仪式，其余的不参与婚礼。婚礼过后正常走婚。关于房间呢，都有自己各自的房间，就拿一妻多夫举例吧，2个或多个丈夫都有各自的房间，妻子进入哪边一般都会在门口有提示，这样呢另一位丈夫看到之后也就不会打扰。
关于孩子这事儿确实不知道是谁的，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就有2个爸爸或者3个爸爸。这就是为什么丈夫一方大多都是亲兄弟的原因，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都会视如己出。这是一种相当古老而且原始的婚俗，一直持续至今。2000年以前这里的火婚率都很高，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的年轻人就很少有人在火婚了。除了火婚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之外，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村庄的建筑。鄂亚大村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纳西族同胞已经在此繁衍生息32代，是迄今为止纳西族民俗保留最完整、古建筑最原真的地区，堪称世界仅存，中国唯一。这些建筑从山顶到山脚依次有序，层层叠叠，这种建筑是全球十分罕见的蜂巢状建筑。大家应该知道，蜂巢就是指蜜蜂的巢穴，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得如此密集呢？主要还是为了节约土地资源，相互有个照应，团结一致，防御外敌。这也是成百上千年前就流传下来的。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对外严谨的态度却并没有影响相互之间的信任。只要你能进入其中一户人家，你就能通过这户人家辗转到另一户或者另几户，家家相通，户户相连，而且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养殖牲畜。就说这样的建筑，如果说所有人不团结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建成这样的建筑的。所以从这个建筑来看的话，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他们纳西族人非常的团结。如果是在其他地方这建房的位置很难调节的，谁在上谁在下，谁在左谁在右，其实都是很难去融合的。所以说纳西族人这种合作互信、为民族大义而舍小义的胸怀，确实是令人非常的敬佩。这一独特文化和特殊的村落建筑在2006年的时候呢，也被列入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这样一座从前无人知晓的村落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村口的指示牌有3根石柱子，最高的柱子呢有 5.1 米，代表着鄂亚大村至今有500余年的历史。矮柱有 2.53 米，代表大村有253户人家。高柱子之上是大鹏神鸟雕塑，大鹏神鸟有鹰的翅膀、人的身体、龙的爪子，可上天入海，赋予人的智慧，被纳西族人称为霞求镇宅、辟邪、护佑大村、五谷丰登、吉祥安康。中间堆放的鹅卵石为12生肖石，来此游玩的游客呢，可根据自己的生肖找到对应的祝福语，与自己喜欢的生肖合影，祈福自己吉祥如意，心想事成。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谢谢观看，下期再见。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北利川蒙道镇的唐田下这个地方。这个下边呢有一个洞穴叫罗家岩洞有一户人家呢居住在这里面好多年，现在呢好像是没有居住了，不过我们下去探访一下看一下这边这些土地也都是全部荒废的，然后长了很多的茅草这个岩洞人家应该是还在下面吧。我从这个上边下来，经过那几个废弃的房子人家，然后再经过这一片茅草的林地，是吧？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道，继续的往这个下边走。我估计这个岩洞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环境真的非常漂亮，看一下对面的这些山特别美的一个地方，这隐居的好地方这一路上去全部是这种石梯，他们当初装这个石梯的时候，我觉得也挺费劲的吧。走到这里之后，发现有一道门，这地方感觉好复古来，朋友们看一下，
像一个山寨门一样啊。走到这里之后，哇，这个地方真的是世外桃源一般呀！怎么会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太美了哈！但是这个悬崖有点高啊，步梯比较陡。这么漂亮的地方怎么会搬走了，不在这里住了？我有点搞不懂啊！住在这里多爽！到了吗？是到了吗？好像是到了哈。哇，这个地方啊，这户人家搬走了，是不是太可惜了？上边还有水流下来啊，雨大一点的话，可能还会变成这个瀑布，是吧？一片竹林，这里一片竹林，继续过去，可能还在前边。这个地方真是有点漂亮啊。它这里的地形地貌感觉有点像赤水丹霞的那个地貌。就是这个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好阴凉，然后门前都是大片的这个竹子，哎，到这儿来看一下哈，这边有2个小的这个猪圈牛圈，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住人的，这个上方呢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那么房屋呢就建在这个沿墙的下边，而且房屋都没有顶的，可能是拆掉了吧，以前可能有顶。它这个地方啊，主要是这些步道都搞得很好啊，离上面的公路大概是1公里左右，但是它都是铺上这种石梯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挺方便的了，生活在这里。走上去也不远，大概就1公里左右就可以到公路，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啊，它就是镶嵌在这个岩壁的下方。严丝合缝，你看这些地方严丝合缝，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呀？这个房屋全部是泥巴做的，也就是土墙。可能你们看到那些是砖，但那个砖呢，也是泥巴来敲成砖之后呢，把它晒干，然后再这样把这个房子做好的。所以说它整个房子的结构就是泥巴啊，加上一些这个木料。这边呢就叫做罗家岩洞啊，还是历史建筑。应该是超过100年了。这个地方啊，个人感觉真的很不错，适合隐居的一个好地方。住在这儿非常的清静幽静，然后上方呢还有水滴下来。现在因为是干旱的季节嘛，如果说在夏季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水门帘哈，妥妥的一个水帘洞的居住所，非常的漂亮。这个就是他们喝水的水缸。看到吧，这接得满满的，然后这水源就从这个岩洞里面流出来，这就是他们喝的水。这个水真正的山泉水啊，绝对是超级好喝的。这里挨着一排都是水缸，但目前用的喝的水呢，就是那口水缸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放了两块这个石板，这儿呢就是洗衣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上呢都有点光滑啊，估计就是一个洗衣台，长期搓衣服。这里是一个迷你的小猪圈，这个猪圈搞得像古建筑一样的，看吧，很小一间啊，我感觉猪长太大了，都有点转不动，都是喂猪的。这里这几间都是喂猪的，感觉以前他们家呀。应该是养了好多的动物吧，养的猪啊鸡啊，现在我们都还可以看到地上有好多的鸡粪。这边呢放了2个石磨，这是磨粗粮的，一上一下2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农村的这个石磨不用了之后，你要好好的给它放好，不能乱扔的啊。这个地方虽然说叫做罗家岩洞啊，但实际上住在这里的这一户人家呢是姓王。我刚刚从上面村民那儿了解到，我也问了村里面70、80岁的老人，他们也
说不清楚这个地方建了多少年了。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呢，就是一家8口人，是姓王，不是姓罗。虽然这个地方叫罗家岩洞啊，也有可能在王姓之前是姓罗的，对吧？我在这儿转了一会儿了，我发现它这个大门建的比较特别啊，它是歪着开的。我们普通的大门啊，正常建房子的大门呢，它就是正开的，对吧？而它这个地方呢是歪开的，不知道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啊？你看大门的一个位置，它这个下方的石头是侧着摆过去的，这个地方留出来了，我看大概有1.5尺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把这个门呢给它斜着开的，这就正儿八经的是一道歪门。那么为什么建房子要用歪门呢？如果说在一些大一点的古村落啊，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歪门斜道，它的那个目的呢，可能是预防别人啊一眼就看到他家的中堂，或者说是冲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一家人住在这个岩洞中，这个门也是歪着开的，这我就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了。大家有没有明白的？它这个门为什么要歪着开？这边这2间是堆杂物的，这个位置好像可以走进去一下，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个房屋的进深啊。其实它的整个宽度很大的，这个里面都很杂乱了啊，东西都堆得乱七八糟的，包括上面的东西也坍塌了，所以整个已经是荒废了好多年了。那我们说了，它这个是进深是2间，你看，所以说整个进深是比较长啊。这地方也是以前养牛的。那么大概整个房屋从这个外面这个大门这边开始往里面延伸呢，应该是10米啊到10多米的这么一个进深的空间。我觉得这一户人家居住的地方真的非常的舒服啊，在这里住了上百年的时间，最近几年又搬走了，我觉得挺可惜的。假如说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搬走啊。大家有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地方居住啊？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想来看一下的也可以来看一下，真的是特别适合隐居和清静的一个好地方啊。如果说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生活，想要来大山感受这份宁静，这个地方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我要爬坡了，下期再见，拜拜。你可能不知道，在这片偏远山村的悬崖峭壁之上，隐藏着一项鲜为人知的超级工程，那就是大发天曲。这条沟渠全长9400米，像一条巨龙一样挂在悬崖峭壁之上，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大家好，现在呢，我就在大发天曲的这条沟上啊，相信熟悉我的朋友呢都知道，大发天曲我拍了好几次了，但是这一次呢，要给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先带你们去看一看大发曲的源头，然后呢，再顺着这条沟渠继续往前走，要翻过3座悬崖，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当年修这条沟渠的不易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哈，这边呢就是大发天曲的一个源头。那这里呢也比较简单哈，就做了一个拦堤坝，然后呢把这边这个罗丝水沟沟的这个水呢拦截到这个沟渠里面，然后呢源源不断的流向草王坝村。这条沟渠的修建呀，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上个世纪60年代啊，草王坝村的村民啊缺水少粮。当时时任草王坝村村支书的黄大发呢，就带领着当地的村民开始修建这条沟渠，但一修呢就是36年呀。所以说
真的是愚公移山呀！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地形，前边就是沟里面的引水源头，然后水沟一直来到这里之后呢，然后从这个地方呢一直向前去到很远的地方，看到没有？平着过去，要到最远的那个悬崖峭壁，然后再翻过去才是草王坝村。所以它的全长呢是9400米啊，是非常震撼、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大工程，历时36年。你们想一下，你做什么事情能够坚持36年？我们现在就要踏着他们的足迹，对不对？去感受一下他们当年修沟渠的那种艰辛、那种辛酸、那种不遗余力、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可以从这个视角看一下，大发渠引水源头在这个沟里面。那么顺着这边过来，这里呢是有一个村庄啊。刚刚这一段呢，我是没有跟沟走的，我把车开到下面停在了这个位置，然后呢从这边上来，走这个悬崖上攀爬上来的。也就是大发渠的这个沟呢，还在我的头顶上啊。我现在走的这条道呢，也是很久以前的古道，包括新建这个大发渠的时候呢，这一条也是主要的一个运送材料的一个通道。看一下我的这个下边，对吧？也是悬崖峭壁。这条小道呢，也是建在了这个悬崖的中间。只是这个地方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树木，所以我们感觉不到有多陡峭。实际上下边是很陡峭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条沟渠过来之后经过的第一座悬崖峭壁。那么像这些地方的话，基本上人是要扛着才过得去的，要不然你都不好过。那么下边的话，就是很高的这种悬崖峭壁。这条沟渠的全线贯通之后啊，不只是起到引水的作用，还大大的缩短了两个村之间的村民的来往。我们看到这个地形啊，前面就是两座悬崖峭壁，下方呢是很深的一个峡谷。那么对面草王坝村和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村庄，两村之间的村民要来往呢，要么就是翻山越岭走上面，要么就是走下面很深的峡谷。那现在这个水渠通了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水渠平缓的走过去，大大的缩短了他们来往的一个时间。以前可能要2-3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呢只需要几十分钟呢就可以进行来往，所以说非常的方便。我们因为在山里嘛，两个村之间有很多都是亲戚关系，所以在以前的时候来往走亲戚，因为被这个大山悬崖所阻隔，所以非常的不方便。但是现在呢就方便的非常多了哈。这里过去呢，前面就是最高的一座峭壁悬崖。这个地形大家看一下，还挺好看的，是吧？顺着这个沟渠过来，一路都是风光无限。这个地方像一个2扇门一样，一边一个悬崖，对吧？把这里锁在里面，这种感觉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达了最高的悬崖这里了。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沟渠的边上这个路面呀，还是比较宽的，因为是水泥加固了。但是在以前的话，没有水泥加固的时候，这个边上啊，它都是泥巴。那么村民之间来往呢，它都是走这个上面，甚至更多时候是负重前行。可以说我们身在城市或者说北方平原地区的人们呢，走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呢，都是胆战心惊啊，更不要说负重前行了，对吧？但生活在大山里的人呢，就特别平常了。因为我小时候呢，也走过这条沟渠啊，就是他们还没有修建完成之前我都走过的。那么看起来是特别的险峻，而且那个时候也是背着东西走，对吧？那它这个栏杆到这里呢就没有了，这个悬崖峭壁上是没有栏杆的，所以说恐高的人是不宜在上面行走。那么我们其实也是经常看到有村民呢，他们会背着煤啊，背着这个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在这个上面行走。那这个就是生活在大山里面的人的区别。你比如说我自己小时候，我们也是砍柴什么的，也经常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啊。所以对山里的人来说，这个东西是
特别正常，也是已经习惯了的。那我们走到这里来的话，基本上会看到非常险峻的一个场面。这个下方呢，就是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崖峭壁，下方还有一条公路，对吧？这里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峡谷。我们这个公路是6.5米宽的公路，你看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看下去就一点点，所以说整个这个还是非常险峻的。我现在这里每走一步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就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往前推进一步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么这个槽是怎么开的呢？它其实是用钢钎二水铁锹一点一点的往前凿，然后呢用到一小部分的一个炸药啊，比如一点一点的往外面呢把这些石头呢震出去，然后上面肯定有一些震松掉的，怎么办呢？可能就要从崖壁的顶端啊吊绳索下来，然后慢慢的把这些松动的石头呢给它清理掉，反正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啊。你们不要看在这个悬崖峭壁上打这样的沟渠啊，但是安全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这条沟渠花了36年的时间修建完成之后，其实是零安全事故的，所以说非常牛，非常牛啊！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你们是不是看到都有点腿发抖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有天府红豆沙树王几个字啊，那是从这个毛的公路进去，那我们现在呢就顺着这个公路开车进去，一睹这一颗红豆沙的尊容啊。顺着这个河沟一直往下游走，这个地方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给大家看一下，犹如世外桃源一般，非常的漂亮。因为这个路呢不是太好走啊。这边有个老人家，我们问他一下。哎，老娘，那个红豆沙王在哪里？啊？红豆沙呀？哦，跟到这个路前1公里是不是？是不是几路大一颗？多大哈？要得。哦，就在路边嘛就看得到是不是？哦，要得，好，麻烦你了哈。这个桥墩你们自己弄的啊？这家在准备修房子啊？哦，要得。刚刚那个老人家跟我们讲，这一座桥是对面这一户准备修房子的人家修的。大家看这边这个公路也都还没有硬化啊，他家已经把桥修上了，确实厉害啊。好，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啊，去看红豆沙。这边这一栋楼房是刚修的，我们从里面开着这个泥路过来，大概有3公里，然后再往我们前方延伸的话有6、7公里，但是路还是不太好走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上这些都有小的这种红豆沙树啊。那么那里那棵呢，就是天府红豆沙王。我们这里看的是不大啊，我们走到跟前去看一下。这边这个楼房呢是新建的，建这么大，感觉像建的避暑房一样的是吧？建了3层，那么多的窗户啊。这一棵是小的一棵，也都是围起来的。走上来看一下，这一棵是最大的一棵，非常的难得。整个这个周边呢，全部是用这个木料啊，它把这棵树给围起来了，也就是预防大家呢老是去触摸呀，或者是去做一些动作啊，为了保护这一棵树。这棵树长得还非常的漂亮啊，从那儿就分2岔上去。那么现在这个红豆沙呢，正在这个发这个叶子特别漂亮。如果说再等个1、2个月呢，可能这个叶子发得更圆了，那就更加的漂亮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在镜头中呢是没有比较，你就感受不了这颗红豆沙的巨大。
那你现在看到我站在这个位置，我是180斤重的胖子，那么站在这个位置显得是不是特别的渺小？而红豆沙的生长呢是非常非常缓慢的。比如说我们小的一棵，比如说像那里那一棵，那么就非常小，它可能50-60年，当地的老人看着它都没怎么长，所以说基本上100年你也看不到红豆沙长多少一点。所以像这一棵这么粗壮的这个红豆沙呢，它被称为这个天府红豆沙王，那一定是四川目前发现的应该是最大的一棵，那它最少是1500年以上，所以说能够今天在这里看到这一棵1000年的古红豆沙，也是我们的荣幸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颗红豆沙，它基本上是坐落在这个巨石上边的，那下边都是这样的石头，那么它的根系吸水什么的就要差一点。虽然说它整个比起来可能跟别的1000年红豆沙稍微要小一点，但是实际上它的年龄可能比别的要大很多。带着大家看到这样的1000年红豆沙，而且是四川最大的，你们难道不点个赞再走吗？是不是？